性爱秘籍降凤18招第29章基点的惊天大秘密下集。第一，半吊子的性爱专家永远只能发现一部分的线索。第二，全世界的性爱专家全部都是在瞎子摸象。第三，今天就告诉你基点如何才会浮现。降凤18招，不怕你来学，就怕你不学。在第28章已经揭开了基点的惊天大秘密。由于色老头早就已经知道，第一，基点的位置；第二，刺激的手法。然后在大奶妹欲火焚身的阶段，就是等于第三点，基点可能需要两人在活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加上第四点，基点只有在女性阴道充足充血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两个条件，色老头整合了以上4个线索，才发现基点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存在的。基点只有在某个阶段的高潮时期才会完整浮现。这都是全世界半吊子的性爱专家完全都不知道的事。这就是我一遍又一遍的告诉你们大家，全世界的性爱专家全部都是半吊子，因为他们发现的性技巧、性观点其实都只对了一部分，很多的东西连一半的正确率都没有。他们只适合教给你们健康教育的知识而已。由于你们自己相关的性技巧、性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所知无多，再加上看到他们的职称都是有牌照的心理师、医师、硕士、博士，你们当然就自然而然的把他们当成圣经一样的在膜拜。其实你们全都错了，他们所有的人全部都是半吊子。在迷失第7集女性的性爱专家有基点吗这部影片中，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过你们了。这些女性专家自己都没体验过基点快感，真的有能力教给你们正确的基点性技巧吗？你们只要把性爱秘籍降凤18招都学成了，你们自然就会获得一种特殊能力，很轻易的就能把那些半吊子的性爱专家所教给你们的性技巧荒谬之处一一看穿破解。当你们拥有这等能力的时候，恭喜你们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也因此，我也一直的在强调，你们要多用大头脑去分析判断，不要被下面的小头给牵着鼻子走。而且在第28章的最后也提到，关于基点到底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以及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会浮现。其实早就在许多篇章的内容里面都有线索，只是你们无法拼凑出来而已。这就像是当年2次大战，日本想偷袭美国中途岛，然后在众多美国情报人员把各种琐碎的线索慢慢拼凑起来，最后再获得一个最关键的讯息，因此才能确认的偷袭的目标就是中途岛，是一样的情景。同理，
色老头虽然已经从性爱秘籍降凤18招里面领悟出许多细节和方法，但是就是缺少那一个最关键的讯息，因此一直不知道女人基点的惊天大秘密。直到大奶妹某次在床上再次喊出了关键字，才让色老头突然灵光一现，一试之下才发现了女性性反应的惊天大秘密，那就是G点何时才会浮现这个惊天大秘密。全世界的半吊子性爱专家，即使是加藤鹰也无法明确的告诉你们G点何时才会浮现。加藤鹰也全部只是靠着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而已，只有降凤18招能明确的告诉你。所以那些半吊子的性爱专家又只能教给你一部分的资讯，例如一G点的位置，第二如何刺激G点，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G点何时才会浮现。因此就算你知道了G点的位置以及如何刺激G点，可是如果你不知道G点何时才会浮现的话，不论你如何刺激女人的G点都没用，因为在G点还没有浮现之前，所有的刺激都是无效的，而且还可能会让女人觉得不舒服，甚至会疼痛。这就是其中一位 H2 号君弄痛了他的情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半吊子的专家就是半吊子，实在是太无知了。最后到底是性爱秘籍降凤18招发现的性技巧和性知识比较完整，还是这些半吊子的性爱专家他们说的性技巧比较完整？这些就由你们自己去判断吧，不要老是被下面的小头给牵着鼻子走。只有当你学成了性爱秘籍降凤18招，许多不为人知的女人身体性反应，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够领悟出解答了。根据色老头的多次验证，G点都是在女伴爽到喊出关键字之后，色老头再用手指一插进小穴，每次都能摸到G点。这是色老头从第一个女伴身上发现G点以来，一直到大奶妹为止，皆是如此。会发现G点真的是机缘巧合，因为在一开始的前几次和大奶妹做爱，色老头都没有使出降妻18招，因为他只想先要让自己爽，因此色老头才会都没摸到G点，而后来开始使出性爱秘籍降凤18招之后，却突然摸到了G点，才阴错阳差的解开了这个G点的世纪之谜。我了解大家都很急切的想知道G点到底何时才会浮现，但是你们必须先知道女人快感4阶段是哪4个阶段，而且
还要学会如何分辨女人在这4个阶段的身体性反应。不知道的人就去搜索之前我拍的女人快感4阶段的影片，否则我在这里说的东西你永远也无法了解，永远也无法学会性爱秘籍降凤18招的精髓。这个惊天大秘密就是，女人 G 点完整浮现的时间点就是在后段高潮时期。什么是后段高潮期？你们自己再去翻找前面所拍的影片吧。经过色老头多次的实验观察验证，每个女伴喊出关键字的时刻，全部都是处在后段高潮时期。也因此，色老头每次听到女伴一喊出关键字，然后他用手指一插进小穴，每一次都能摸到 G 点。当然，不是每个女人都有 G 点，这一点你们自己必须要知道。而如此刚好完全符合在一开头所写下的，由那些半吊子性爱专家所发现到的2个线索。第一个， G 点可能需要2人在活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出现，以及第二点， G 点只有在女性阴道充足充血的时候才会出现。而降凤18招就是能让女人从完全没有欲火开始给予刺激挑逗，从前戏阶段欲火上升，再历经前段高潮，再升级到后段高潮，最后再冲上性顶点，爽到求饶，刚好完全能符合这2个重点条件。因此你必须知道女人完整的性爱高潮反应是什么样的情景，你这样才不会出现瞎子摸象的情节。那些半吊子的性爱专家就是在瞎子摸象，都只看到了一部分，然后就以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其实这些半吊子性爱专家说的全部都对，只可惜就如同我所强调的，全部都只对了一部分。你们自己去好好的分析判断，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而且他们最多只对了一半而已，最多只对一半的性技巧。你觉得学了以后会有用吗？因为没有一个半吊子性爱专家有这种本事，可以把这些线索拼凑成完整的解答。只有性爱秘籍降凤18招办到了。降凤18招其实已经把很多线索都拼凑在一起，只是欠缺关键的那一招。而色老头误打误撞的解开了最关键的那一个讯息，很多世人不知道的女人身体性反应，才能够一个一个解开了谜团。也因此，色老头才能自创出进阶版的性爱秘籍独孤二世，更因此发现了在第22章所提到的另一种女人快感新秘密。性爱秘籍降凤18招，章章有关联，招招常变化，完全是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到的奥妙。本章要修习的重点就是：第一，什么是女人快感4阶段；第二，
女人快感4阶段的各个阶段身体性反应。当你能够分得清楚这4个阶段，你才会知道 G 点浮现的时间点，再给予正确的刺激手法，女人才有机会体验到 G 点高潮。只是为什么你们却一直的失败，一直无法让女伴获得 G 点高潮呢？你们有没有人想过这一点？我当然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就算想过，也找不出答案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们这一辈子一直都被这些半吊子的性爱专家所误导着。就算你们都知道刺激的手法，现在也知道了浮现的时机，但是你真的有办法让女人爽到后段高潮时期吗？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刺激手技是正确的吗？功夫不是一天就可以练成的。不过，如果你已经熟练史上最强3招前戏，再加上不断依照我的提示去精进技巧，你将来会有很大的几率能让女人爽到那些半吊子专家所谓的上天堂的程度了。其实要让女人爽到上天堂的程度非常的简单，只是看你们有没有仔细的看过我的练功回忆录的各篇章内容而已。只是 YouTube 好像不怎么推荐小频道的关系，再加上那些半吊子专家他们的影片推荐率非常高，造成社会大众一直被误导。有幸看到这个频道的你们，期待你们能多加思考判断，学到正确的性知识和性技巧，一起为女人的幸福而努力。敬请各位期待本频道未来持续解锁更多全新的性技巧和性知识。我们下次再见。